你要警惕，魔鬼往往都披着天使的外衣，比如湘雅二院的刘祥峰，比如天水幼儿园的园长们。备受关注的天水培新幼儿园铅中毒事件，短短几天，中毒的孩子呢从70多个增至233个，全园共251个孩子，除了18个因为常生病来得少躲过一劫，其余可以说是全军覆没。铅中毒呢，让孩子们脱发、腹痛、脾气暴躁，牙龈呢出现铅腺，家长就怀疑食物中毒，却找不到毒源。当地医院检测显示指标正常，几名家长决定异地检查。刘先生在西安中心医院接到天水电话，称孩子的血铅是每升14微克，正常。可他手中的检测单明明是每升290微克，相差20多倍。另外一位家长遭遇更悬殊，天水通知是每升5.146微克，西安测出的是每升232.18微克，差45倍。你稍有医学常识都知道啊，血铅检测偏差通常不超过5%，显然是有人在撒谎。面对质疑啊，天水称西安医院以盈利为目的，数据不可信，却拒绝出具书面报告，仅口头告知正常。在医学与现实的拷问下，天水的公信力开始崩塌。舆论压力之下呢，天水通报调查结果，园长朱某林、投资人李某芳同意后厨网购彩绘颜料用于食品制作。8个人因为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拘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家长和网友不认同这个结果，因为它违背了常识和逻辑。第一，没有性价比。通报称动机是扩大生源增加收益，可是面点好坏与生源没有关系啊。哪家的家长会因为面点而选幼儿园呢？而且彩绘颜料比食用色素还贵，1滴色素就能够揉1斤面，颜色更鲜艳。假如说是为了宣传图片好看，P 图不是更省事儿吗？你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呢？其二，缺乏合理性。彩绘颜料包装明明写着不可食用，而且有刺鼻的气味，入口呢有苦味或者是金属味，后厨怎么去这个味儿呢？你更关键的是，1000克颜料含铅90毫克，送检的糕点却含铅1000多毫克，1斤面粉需要兑几十斤颜料才能达到啊？难道幼儿园掌握了铅浓缩技术吗？这既违背常识也违背科学，直接吃颜料都达不到这个含量。假如说真有如此高含铅量的颜料，望官方通报，方便家长避雷。毕竟孩子经常画画弄得满手都是，不是吗？舆论呢还翻出20年前天水铅中毒案，同样是血铅超标，本地检测正常，西安数据打脸。只是当时发现铅矿问题并认错，故此次家长和公众就难免联想啊。但是官方已经出结果了，是否又是一起鼠头鸭脖事件呢？还很难定论。常识而言呢，官方通报往往一锤定音，8人已经被抓了，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你不认同也得接受，偏离通报的质疑可能被指带节奏。换个思路看，园长以及后厨或许不是坏，而是蠢、麻木、习以为常。因为幼儿园的老师也铅中毒嘛，说明他们参与制作且同吃这些面点，大概率是园长嫌面点颜色不艳，后厨呢建议加点色素，便稀里糊涂买了工业颜料。整个过程经不起推敲，可现实往往不讲逻辑。若人为投毒，园长名下4所幼儿园不应只此一家出事，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制度漏洞下的单纯愚蠢。这并非给天水洗白，只是据通报做合理推测。但天水并不无辜啊。首先，幼儿园402天内3次血铅超标，园方不重视，监管部门难道也不警觉吗？去年幼儿园食品抽检99.6%的合格率是怎么来的呢？其次，天水医院明知孩子血铅严重超标，需要立即治疗，却出了正常报告，怕担责，不提供书面报告，沦为权力的棋子，这种行为难道不可耻吗？再次，当地舆情处置还停留着捂盖子思维，不解决问题却想解决提问题的人打电话哄骗家长从西安回来，甚至求家长以大局为重。什么是大局呢？我想说，监管部门若尽责，工业颜料怎么会流入厨房？当地医院若敬畏生命而非权力，家长何须跨省求真相呢？漠视生命的地方不配拥有未来。
媒体报道，有的孩子因为铅中毒智商不可恢复，家长不堪打击被送医。最心疼的是，中毒最深的是那个最乖、最听话、吃饭最认真的宝贝呀！让家长顾全大局，难道掩盖真相，等孩子没了才叫大局吗？警方已经抓了8个人，综合案件的危害和影响，主犯应判死刑，以儆效尤，且建议立即执行。五问甘肃天水幼儿血铅异常的报道，还是觉得匪夷所思，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我觉得就算问上100问，都不够解心头之恨。你是个正常人都知道颜料不能放嘴里吃啊，这可是开了4家幼儿园的园长啊，他们授意工作人员往孩子们天天吃的面点里加颜料，理由竟然是要扩大生源，增加收益。更让人愤怒的是，这背后触目惊心的监管漏洞。这家幼儿园刚刚成立3年，竟然连续3年都获得了食品安全示范单位。那么到底是谁批的呢？从业人员连基本的食品安全底线都没有，这又是怎么监管的呢？难道民办幼儿园就成了监管盲区吗？孩子们的食品安全防线就成了一捅就破的那么一层纸吗？这个事件当中有2个事实，尤其让大家难以接受。第一个，中毒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半年来，不少孩子喊肚子疼、腿疼、掉头发、脾气暴躁，甚至皮肤发黑、流鼻血。家长带着去看医生呢，诊断呢也多是脾胃虚弱啊，什么生长痛啊。那家长呢也没能把症状和幼儿园联系到一起。谁能想到这些孩子每天在幼儿园里被人有计划的投毒啊？现在呢是251个检测的孩子里头，233个血铅超标，有孩子呢牙上都长出了黑线，医生说至少慢性中毒3个月以上。这份家校信任被砸得粉碎，以后哪个家长还敢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幼儿园呢？第二，检测过程困难重重。7月1号家长举报立案的时候，已经有20多个孩子查出异常，幼儿园通知集体检测，但是结果迟迟不出来，有的呢也是口头通知血铅正常。家长们无奈之下跨省跑到西安去查，72份报告里边70个人超标同一个孩子天水测是每升61微克，西安直接飙到了每升503微克，这差距是拿孩子的命开玩笑吗？现在不少家长宁愿自费在外地治疗，也不敢回天水了，这背后是严重的信任受损。遇到重大安全事故，最怕的就是损坏公众和当事人的信任。真相你是捂不住的，大家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消失。据央视网报道呢，目前甘肃、陕西的10多位专家一起制定了诊疗方案，7号呢又加派了2名国家级专家去西安帮忙落实方案。甘肃省抽调省级中毒重症儿科等18名专家，确定了3家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孩子后续治疗。但是铅中毒的伤害是长期的呀，这些无辜的孩子本不该承受这无妄之灾呀。至于是否存在失职失责，甘肃省纪委监委说已经责成天水市纪委监委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天水市长说要深刻汲取教训，绝不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不能光表态，希望这些承诺落到实处，给孩子和家长的一个交代。另外我多说一句，不光要让孩子检测，大家的疑点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还有所谓投毒的这些个厨师们，他们也得做一下检测，看看他们的身体里到底包含不包含铅毒。这个真的超出我对人性的理解了，真的。官方刚刚发布血铅异常，不对呀，这绝不是简单的血铅异常，而是触目惊心的集体铅中毒啊！最新通报看的人是浑身发抖。截止到7月7号的晚上10点钟，麦积区培新幼儿园的251个孩子都做了检测了啊。按照血铅标准算，233个孩子都异常，只有18个正常，这个比例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另外呢，他们查了223份食品流样的样本，发现有2份的样本不合格，一份呢是早餐流样的3色红枣发糕，一份呢是晚餐流样的玉米卷长包。调查证实呢，幼儿园园长朱某林和投资人李某芳竟然同意后厨的人从网上买彩绘颜料，稀释之后往部分食物里加。
目前呢，已经有8个人因为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你想想都后怕呀！给孩子吃的东西里边加颜料，这心也太黑了，你稍有常识都不会做出来呀。现在不光是孩子们血铅超标啊，涉事幼儿园的多名老师经过检测，血铅也是严重超标，其中2位老师结果高的吓人，一位是每升395微克，另一位直接超标每升500微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血铅值有多离谱，我们国家现在用的呢还是2006年的标准，里边对铅中毒的标准是什么呢？每升200微克左右，这个参考值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现行标准的2倍了。那么针对儿童呢，血铅水平超过每升100微克就属于儿童铅中毒了。专家明确说了，铅这个东西对人体有害无益。目前普遍认为呢，血铅浓度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它会伤大脑、坏神经，影响智力发育，最严重可以直接导致昏迷甚至死亡。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你长期摄入铅，沉积到骨头里边，可能要20-30年才能够排得出来，那不就是定时炸弹吗？你说你想想能不后怕吗？那么多的孩子平白无故的就遭这种罪，你想想看，这家长的心得碎成渣了吧？有位家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大人哭小孩哭，那个场景根本没法看。医生说孩子得住10天院，天天输液查铅排铅，这么小的娃遭这种罪，你谁看了不心疼？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呢，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先救孩子救老师。我这儿呢是希望当地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案，然后你也要把后续治疗这个事儿给办妥了，还得向公众交代。我也看到有网友说，天水麦积区19年前就发生过儿童铅中毒的事儿。2006年，甘肃天水麦积区吴家河村好多孩子血铅超标，当时的检测更离谱了先是当地的研究所检测，53个孩子全部超标接着呢是天水疾控中心检测50名儿童，除了1个达到临界值，其他49个孩子都正常。可是呢，这孩子的症状就摆在那儿。后来家长们不干了，跑到西安中心医院检测，200多个孩子里边211个严重超标，68个被诊断为铅中毒。19年前的这件事儿呢，被认定为当地铅冶炼厂环评不达标，环境污染导致。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污染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呢？要知道又过了4年，2010年的时候，当地的疾控中心仍然查出农村大批孩子铅中毒网友们呢都在建议要进一步的排查污染源，把铅中毒的源头给堵死，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有良心和没一点常识，你觉得哪一个更恐怖呢？天水幼儿园儿童铅中毒的来源，官方报道是查明了，但是争议依然很大。你别说网友想不通我也弄不懂那些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说这食品添加剂也不贵加颜料它不符合常识更让网友忍不住怀疑的是，某铅锌矿天水转运站距离该涉事幼儿园不足3公里，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要知道，这样一个集体铅中毒在甘肃天水不是第一回。早在19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4月，就在离目前这个涉事幼儿园只有13公里的吴家河村已经发生过，而且那一次更加的触目惊心。最早呢是村里的一位姓王的村民发现不对劲儿，他见朋友带孩子到天水市麦积区一个技术机构检测，结果孩子的铅含量严重超标，他吓得是一身冷汗，赶紧呢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检测，果然同样严重超标。紧接着呢，几十个村民结伴去检测，结果如你所知，绝大多数都超标。但是麦积区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检测结果不具有权威性，他们不予认可，让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新检测。先呢是查了村里的水塔、水井和3户人家的自来水，5份水样都说铅没超标，然后又给村里50个3到16岁的孩子查尿铅，结果呢跟之前的检测结果截然不同，就1个孩子快到临界值，剩下的49个全说正常。同样的检测内容，2种不同的结果，村民们哪能相信呢？就大老远的跑到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病科再查，200多个人里边211个人铅含量严重超标，其中68人被初步确认为铅中毒。不只是孩子连大人们的指标也都大大超过了正常值。我们再来看看2006年的时评的内容，这绝非是机器出了故障，出了故障的是人的脑袋。
大家都知道，尿检前是不能吃任何东西的，这是常识吧？但是有村民说，官方在给孩子们尿检前，给每个孩子喝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呢，让他们把尿在矿泉水的空瓶里拿去检测。你就说说，这样能检出什么来？村民其实早就怀疑污染源就是附近的2家千兴化工厂，他们的环保手续不健全，由于排放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可直到跨省查出结果，媒体曝光之后，这2家化工厂才被勒令停产，设备呢也封了。可气的是，涉事企业的老板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只是接受了行政处罚。受害的村民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医疗赔偿，只收到点人均不足1000元的营养补助。严重铅中毒的孩子还得自费排铅治疗。更荒唐的处理结果是，天水市环保局当时的局长因为监管失职被记过免职。天水市疾控中心那些违规操作的检测人员，也不过就是调了个岗，连法律责任都没追。更要命的是，污染的河道清淤没有清干净，厂子搬走之后呢，原址的土壤修复也烂尾了，遗留的污染风险持续到了2010年以后。19年前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可是到今天竟然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而且呢，这次天水某幼儿园的这个铅中毒事件当中，有位家长跟媒体说，孩子去年5月就查出了血铅异常，可这事儿呢，愣是没被当回事儿，就是一直拖着没人管。还有呢，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甘肃天水当地的血铅检测结果和西安医院的结果差了几十倍，大家到现在都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19年前的吴家河村，19年后的幼儿园，同样的铅中毒，同样的监管乱象，同样的我们的孩子在遭罪。我看到一条评论说，受伤最厉害的肯定是吃饭最乖的那个宝宝。我听到这句话，我难受极了。我真心是希望经历了这样的事儿以后，这些问题能够真正被重视起来，而不是让我们老百姓所遭遇的这痛苦一再重演。